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年除了众所期待的922复刻之外，对 New Balance 的品牌迷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协皇 1300JP 的复刻。今天的影片呢，就带大家来了解为什么 1300JP 会成为 New Balance 的协皇，而2025年的版本呢，又进行了哪些地方的调整。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收更多新鞋发售的消息。1300呢是 New Balance 1000系列型号的首款，首次发售呢是在1985年的时候，相信大家呢一定都有听过这样的故事。当时高贵的售价呢吸引了不少名流争相抢购，甚至于呢还有名人形容1300的脚感像是踩在云上面一样。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听到这样的描述会很好奇说那个年代的鞋到底是怎样的难穿，当然也很想体验一下踩在云上的感觉。基于好奇心的驱使，不管怎样都要弄一双1300来穿看看的。而1300的首次复刻呢，是在这个型号初登场的10年后，1995年，日本 New Balance 呢以特别专案的方式呢，向美国总部提出了复刻的请求，而造就了 1300JP 协皇的诞生。一开始呢是只限定在日本发售，之后呢以每5年一次的频率登场，后来才改成全球发售。2025年的现在呢，已经是第7次复刻，算是协皇的第8代了。鞋身呢所使用的钢铁蓝配色也被粉丝们称为 JP 色，即使 JP 色多次被平移到其他的型号上，但那个要灰不灰、要蓝不蓝的鹈鹕味呢，一直是协皇 1300JP 的专属，不是其他型号的版本可以100%再现的。往年的协皇复刻呢，都是在当年度年初的2月份左右发售。今年呢，因为配合 Great Days 关系呢，被放到5月底当做 Great Days 的压轴。New Balance 呢，也在 Great Days 的新闻之前呢，率先公开2025年版 1300JP 的产品官方短片，甚至于呢，在4月份由 Atomos 主办的 AtomosCon 进行了历代 1300JP 以及2025年版的实体展示。配合5月份 Great Days 的到来，目前2025年版本呢，在日本各大 New Balance 直营店有实体的展示之外，而店头呢也会配布由 Pen 杂志所协助制作的 1300JP 协皇特辑。有到日本观光的朋友呢，别忘了到 New Balance 直营店索取一本作为纪念。没有办法到日本的朋友呢，也可以透过购买 Pen 杂志2025年6月号的电子版，或是说到有接受订购航空版杂志的书店来取得今年限定的内容。这次的特辑呢，虽然只有8页，但也明确的指出了2025年版本跟历代的相异之处。相信之后呢，也会再有更详细的特辑出来。而历代协皇复刻呢，负责生产的工厂一直都是固定在 New Balance 缅因州的美制线工厂之外，在鞋身的各处呢，也希望能够做到还原初代版本的原汁原味。但如果每5年就只是100%再复刻一次，好像又少了那么一些乐趣。仔细观察每个年代的版本呢，其实在一些很微小的细节呢，也会看到不同版本的差异之处。而2025年的版本呢，有哪些变化呢？在大 N logo 的部分呢，一样采用了极大化的 N 字，内侧的缝线呢，承袭了跟原版相同的圆润转角。而1995年到2005年这3年的版本呢，可是采用了直线型的缝线，完全变成很酷很有个性的版本。别小看这个大 N logo 的细节，它可是大大的影响了整双鞋给人的感觉。脚后跟的缝线呢，也承袭了原版的双车线设计，这部分呢，在1995以及2000年的版本呢，曾被变更为单条车线。TPU 稳定片的 New Balance logo 呢，则维持全版本共通的8条杠版本。而大底的部分呢，是使用了跟原版相同的 Vibram 大底。大底上的 New Balance logo 呢，则一样是共通的5条杠版本。在1995年到2005年这3年的版本呢，大底因为用了不是 Vibram 品牌的版本，大底的 New Balance logo 呢，也变成了8条杠的不同设计。而大底上的凹凸防滑图形呢，则是全版本都采用共同的设计，没有改变过。内侧说明标呢，历代同样也出现过好几个不同的版本。2025年版呢，因为网络上找到的图片都不是很清楚，相信之后呢，会有杂志做出更细节的比较对照。而鞋上的 logo 呢，则是目前各版本最多不同的地方。2025年的版本呢，鞋上的 New Balance logo 采用了从2010年开始的14条杠，而1300的印字呢，则是跟2005年版本采用相同的特殊字体设计。在2025年的版本呢，则是把注册商标的 R 图形给省略掉了。如果不翻开鞋子的内里确认生产日期的话呢，这个注册商标 R 字的有无呢，可以说是判断2025年版本跟近年版本不同最直接也是最简单的地方。根据网络上的公开新闻稿，2025年版本的 1300JP 呢，也会采用 New Balance 特殊限定款的蓝色 logo 盒，同时呢，也会附上印有2025年字样的黑色鞋带。售价方面呢，美国人官方价格变更为$330之外，而日本呢，则是涨到59600日元，直接冲破$400大关。台湾 New Balance 也公布了正式售价是新台币12800元。以 Leo 制作影片这天的惠誉来看呢，算是目前全球售价最高的地方。
发售日期呢为全球同步5月29上市。台湾 NB Grey 呢会采用抽签的方式来贩售，详细呢还请参照官方的正式公告。相信想购买的朋友呢都会好奇1300这一批的尺寸要怎么选。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今年的版本呢到底版型会不会被动到。不过以强调原汁原味复刻的概念来说，或许呢还是可以拿跟普通美版一样的尺寸。我自己的话呢，在2020年发售时呢是直接拿了大半号，还蛮幸运的人，穿起来跟平时穿美制鞋的宽松感是差不多的。毕竟拿大都还可以塞鞋垫来改善，拿小的话呢，除了硬穿跟卖掉之外呢，就会比较麻烦一点。而胶感部分呢，1300这一批是使用了全掌的 PU NCAP 中底，所以鞋簧穿起来的感觉呢，会跟普通版本的1300不同。普通版本的1300呢，是使用了跟577相同的 NCAP 复合中底，其中呢有一个被称为平民鞋簧的谢维 S 配色呢，是在1996年首次登场，也是 Kiss 创办人罗尼最爱的配色。最近呢，也有被使用在大阪 Kiss 开店限定的旧 EV2 上。当然更不用说是后来出的 RC1300， 则是使用了 Tokyo Design Studio 设计过的分段式中底，在脚感的改善度上呢又大大的提升。简单的说 NCAP 系的脚感呢是比较偏稳定支撑的。如果你有穿过 990V1、996、576、1400这些型号的话，大概就是类似那个走向。大部分的人呢也会换鞋垫了，来进一步提升脚感。毕竟是限定发售的款式呢，铺货量一定是非常限量的。例如自己观察近年 New Balance 的销售状况，推测呢应该是一家 NB Grey 或是经销商会配到一组大概30到40双的贩售量，包含最小到最大的尺寸。然后说1300这一批呢会是比较大量的限定款式，它的量呢是有限定的，但又没有特定的联名款那么的小量。那到底要不要入手今年2025年版的鞋簧呢？如果你是很忠诚的 New Balance 粉，而手上没有过1300这一批的话，会建议你呢入手一双来收藏。我自己本身呢，在2020年的版本呢，买到现在也只有穿过2次，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放在鞋柜里，想到的时候呢拿出来把它玩一下。以现在潮鞋越出越多的状况来看，其实不是很建议抽个热度就转手的。如果只是想体验看看1300系列的话呢，我传在今年下半年的 Teddy Santis 第8季呢，也会有普通版本的1300加入，可以等到那时候再购入即可。而在2020年时呢，除了1300这批之外，日本 New Balance 也推出过鞋簧中的鞋簧，日本制的1300 JPJ， 以及采用日本皮革的1300 JPV。那今年呢，会不会再有这些特殊版本登场呢？就请大家再多多期待一下咯，我相信是会有的。以上就是今年的鞋簧情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也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受更多新鞋发售的讯息。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